新一集劝世系列来咯，今天的主题是大家都想知道的厨房道具篇。厨房道具那么多，好用难用差异跟天堂地狱差不多，不想踩雷买错东西，赶快看下去吧。看下去之前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勺子跟盖子合在一起，开盖就能用勺子舀盐巴调味料，湿湿的手不会再沾到汤匙，看起来超好用，真是完美的发明。雷点真的要用过才知道。先讲小雷的部分，罐子里调味粉还多的时候，还算蛮好舀的。可是这个勺子太平了点，不小心碰一下，粉就都洒了，要再重舀一次，有点卡手。然而这罐子最大的雷点是舀不到底，勺子跟罐底有距离。当粉量变少，只剩罐底一点点时，勺子被一体成型的盖子卡住，升不到底，挖不到罐底的调味粉。我们买的这款勺盖虽然可以拆下来，但还是会卡在瓶口，很难捞到最底部的调味粉，这是没办法用到最后的罐子，要买之前请三思。手压切蒜器，把蒜头丢进去，拍拍拍就切碎了。应该不少人看过广告影片吧？实际使用后的心得是绝对不推荐，买了超后悔。这是不仅派不上用场，用了反而浪费时间的东西。碎末用的刀子是不锈钢片，不是刀片，不会割伤手。中间有个要套在刀模上的套子，但很容易掉。丢蒜头进来，切给大家看，这是普通大小的蒜头而已，但刀根本切不下去，很用力继续拍，边拍边转动，但只切出一点点蒜末。丢进去的蒜头怎么都不见了？打开盖子一看，蒜头全都卡在刀模上，还要用筷子才能剥下来。你看看，问题不是用拍的手会不会累，而是根本不能用啊！想要快速切碎蒜头，差不多的价钱，你可以买这种手拉式碎末器，把葱蒜丢进去，拉一拉就碎好了，多拉几下就能碎得更细。这种真的很好用，先用手拉很累吗？还有这种充电式的，按一下就可以碎末，非常方便。这种 USB 充电式的碎末器，价格也很便宜，重点是好用，切得碎。开100下也切不碎蒜头的切蒜器，听话，千万不要买了。这个附有盖子的托盘没用过，应该也看过 FB 上的广告吧？这个托盘主打食物保鲜功能，盖子带有薄膜，盖起来就有保鲜膜的效果，而且托盘扁平可堆叠，不占冰箱空间，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，对吧？放蛤蜊进来试试看，蛤蜊不多，但盖子已经扣不太起来，反面看看能不能盖，结果不行，反面不能用，这保鲜托盘可容纳的分量有点少。改换鸡翅试试看。鸡翅尽量往托盘中间摆，盖子勉强可以盖起来。再放蔬菜，要集中到中间才行。散落在四周的话，盖子就盖不起来。但能装的真的太少了，这个分量的菜煮起来只有2-3口吧。叠起来看看，盘子不太稳，有点摇摇晃晃。这个保鲜托盘东西多一点就盖不紧，虽然可以叠，但有包东西时叠起来就不稳。还有中间这层保鲜薄膜，如果包到骨头这种尖锐的部分，可能会被刺破。这托盘只能当备料盘用，想保存食物，保鲜盒、保鲜袋才是好选择。网页上很多都写着真空保鲜，提醒大家这种商品是没有真空功能，不要被蚊子骗咯。做菜备料有个沥水架，丢残渣才好用。这款可以换滤网的沥水架好像很方便。买来的商品附有双面胶带。这个胶带粘性很强，把流理台擦干净，粘在水槽角落，可以粘得很紧，粘上了就很难拆。把沥水网套上去，尺寸蛮大的，菜叶残渣丢进去可以装不少，网子拿起来整袋丢掉就可以，还蛮方便的。但这个沥水架的缺点就是太大了。我们的水槽是大型的，但洗锅子时还是会敲到这个架子，不太顺手。所以，如果你的流理台水槽是中型或小尺寸，用这种架子会很卡。现在有这种一片组装的沥水网，简单扣起来就能用。残渣倒进去沥水，用完可重复清洗，晾干再用。小空间的话，用这个还可以，但每次都要装要洗，有点麻烦就是了。选不锈钢沥水架吧，可以放角落，但不必固定位置，还很好清洗，好用又方便哦。一个人想吃饭，用个杯子就能微波煮饭，真是太方便了。但实际用了就换面。米洗好后，先泡水半小时，不能马上煮，有点小麻烦。泡好米，依照说明指示放入微波炉煮7分钟。来看看煮饭成果，
饭是有熟，但不够软，饭蛮硬的。如果爱硬饭的，可能可以接受吧。但问题不止这样，这个杯子煮一次饭就把微波炉都搞成灾难了。煮饭过程水都满出杯外，微波炉都脏了，还要再清理，有点讨厌啊。其实现在微波白饭超商就买得到，直接买回来加热就好，更方便。这个嘛，还是当一般马克杯用就好了。这又是一款看起来很好，用起来欠揍的东西。压一压可以打蛋，广告上还说可以打奶泡，甚至打发蛋白。真的那么好用吗？打蛋还蛮顺手的，压一下蛋就打好了。可是打奶泡根本不行，压半天手都酸了，只打出一点点奶泡，而且压的时候不小心还会滑走。手残人真的不要伤害自己，改用这种装电池的打蛋器吧，30秒就打出完美绵密奶泡。重点是没有比较贵啊。这个按压旋转打蛋器还有一个大缺点，就是很难洗，里面细缝洗不到，牙刷也很难刷到这个地方，用久了之后就会在这里面卡脏污。如果用它搅个粉浆、面粉之类的，会卡更多脏东西。只用来打蛋还行，但如果还想搅拌其他东西，还是乖乖买搅拌棒吧。洗个碗老是被水喷得湿哒哒，很讨厌，买挡水板来用吧。很可惜，事与愿违啊。首先，水槽有水跟油污，吸盘只要用在水槽上都很难持久。这个挡水板看起来蛮大的，装到水槽上用吧。挡水板虽然可以挡到水，但也挡到自己的手啦。洗碗变得很不顺，手一直卡到挡水板，洗碗更累人了。看看板子上满满水珠，挡水板确实挡到水，但不够宽，水还是喷出来，衣服还是一样被喷湿。别买挡水板了，买条厨房围裙还比较实际点。隔热碗夹很可爱小巧，还能吸在墙上收纳，应该很方便吧？唉，又被商品美图给照骗了啦。长得很像响板的隔热碗夹，是靠手指用碗夹来拿热碗盘，但碗夹限制了动作，变得很不好拿。碗盘已经很烫了，还要小心它会掉下去，非常不顺手。碗夹附磁铁，可以直接吸在冰箱，但磁铁品质不好，会掉下来。改用隔热手套吧，这种细胶隔热手套直接套在手上，拿热碗盘顺手多了。但要注意，有些细胶隔热手套材质太薄，拿热锅还会烫手。1分钱1分货，品质影响使用方便性，选购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哦。很多人都买过的硅藻土杯垫，也是很多人都大呼买了后悔的东西。吸水力是很强，冰水杯放在杯垫上，水一下子就吸干了，但是用一段时间就会像这样黑黑脏脏的，甚至发霉。用菜瓜布洗不起来，要用砂纸磨才能磨掉脏污。但磨了之后，过没多久又发霉了，很烦人。有些硅藻土商品还很容易掉粉，一拿都是粉末屑。杯垫要磨还算方便，但硅藻土牙刷架就很麻烦了，有凹槽根本磨不到。但牙刷架凹槽底部如果发霉，牙刷也会跟着发霉了。还是用开放型的牙刷架吧，整个都能通风晾干，比较不怕潮，就不用担心发霉问题了。煮饭备料时，在琉璃台下的橱柜上挂个架子，套上塑胶袋就可以当垃圾桶，应该很好用吧？挂式垃圾桶架实际上好用吗？我们这次买了3款，都来使用看看吧。第一款挂架，开口比较大，造型也最简单，直接挂在门板上刚好，不会晃动。塑胶袋从2边挂上去，也很容易套上。开口比较大，丢垃圾还蛮方便的。但如果丢比较重的东西进去，塑胶袋会像这样差点掉下去。再来看第2款，架子也是蛮好挂的，塑胶袋是靠内层架子夹住，感觉比较不会掉。但这款开口比较小，丢垃圾的时候比较没那么顺。这2款架子都是固定不能折叠的，做菜的时候走来走去，这种架子会卡到动线，不是很方便。还有第3款折叠式垃圾袋支架，会比较好用吗？挂钩比较紧，挂门片时要扳一下，塑胶袋不能直接挂上去，要从架子后面套。开口有点太小，不是很好丢垃圾，但好处就是可以折叠盖起来，走动时比较不占空间。这3种挂架都一样，丢轻一点的垃圾还 OK， 但如果装多了或没装好，垃圾袋掉下来，那可就是大灾难了。与其挂架子，不如放个垃圾桶在旁边，还好用多了。今天的男用厨房道具篇，大家又踩爆了多少雷？还有什么我们没踩到的吗？
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惨痛血泪经验。下一集我们会收到影片里面警示大家。劝世系列，下次见喽！任何疑难杂症，欢迎留言或私讯。追踪 IG 看秘籍，加入社团，还有各种达人帮你。最后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锁定蛙家每周3更新，带给你一则让生活更美好的优质内容哦。